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最近出不了门，你们应该都知道了。但我还蛮幸运的，我们小区里头都是人美心善的邻居，像有人就送了我几包红烧牛肉面。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在家里吃泡面都是会老老实实泡着吃的吗？实不相瞒啊，身为一生要强的专业人士，我就算是吃泡面也要给它吃出花来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会用手边有限的食材，给大家分享几道简单好吃的泡面小料理。外卖都停了，我想吃外卖啊！其实拿到泡面呢，我第一个想吃的就是麻辣拌，简单好吃，不挑食材，属实是冰箱存货消灭器了。可以用任何你能找到的蔬菜，任意口味的丸子。我还找出了一块魔芋，切片后精致的扭一下，外卖感立刻就出来了。所有食材都汆水，方便面饼也煮一下，都很简单，对吧？麻辣拌好吃的灵魂是酱料，而酱料好吃的灵魂是红油。现泼红油的那个香味是无法替代的。我之前做过的完整专业版的酱料还需要藤椒油，现在食材有限，只能省略，单红油也够香了。然后芝麻酱、酱油、醋这些调料，加点红油，随便调一调。酱料包也别浪费了，一起放进去调一调，淋上去。加点白芝麻，还有邻居送了点自己种的香菜也撒上去，完成了。叫不到外卖也可以麻辣拌自由。餐厅都去不了，我想吃西餐啊！那就来做个意大利千层面吧。正经千层面要炒个茄汁肉酱，需要牛肉糜。我家呢还有冷冻的汉堡肉饼，不就是把肉糜做成了饼状吗？把它再打散就行了。切点洋葱丁，其实用黄洋葱更合适。黄洋葱甜适合炒，紫洋葱辣适合生吃。现在就别挑了，都一样。炒香后呢，炒肉末，加蒜蓉、香叶、番茄酱。我有番茄膏和意面酱，随便加点都行。加水炖煮一会儿。调料包也可以加点，肉酱包增加肉香，蔬菜包呢替代肉酱里本来应该有的各种蔬菜。调味粉可以当盐来用。炖好的肉酱很香，但是忍住啊，先别吃。再做点白酱，我家黄油也不多了，好在我有自制一点。炒点面粉，加牛奶，还是加点调味粉，小火煮浓稠。然后找个能进烤箱的碗或者锅，铺一层肉酱，一层白酱，面饼放上去。没错，不用煮，直接放上去。继续一层肉酱，一层白酱。最后我还有珍藏的半包芝士碎撒上去。进烤箱，先盖着盖子烤。最后呢，拿掉盖子，让芝士上色，到金黄冒泡就好了。吃起来跟正经的意大利千层面呢，不能说有点相似，只能说是毫不逊色。面饼没有煮过嘛，完全靠酱汁里的水分烤软的。非常入味也有嚼劲，茄汁开味，奶酪浓香，这口感只能用豪华来形容。我家只有常见的中餐食材，怎么办啊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叫两面黄的小吃，属于那种好好的面条不煮了吃，非得折腾一下的吃法。面饼先煮熟，捞到放了油的煎锅里，两面煎到金黄，所以叫两面黄。上面可以放任何你喜欢的浇头。我家里冷冻的牛排存货比较多，选个适合嫩炒的菲力。菲力其实就是牛的里脊肉嘛，炒着吃比较嫩，切丝腌制上浆。滑炒到变色，出锅待用。再炒点胡萝卜丝、青椒丝，这两种蔬菜应该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存货的，或者换成韭黄、豆芽什么的，都很随意。牛排回锅，调味后再勾个芡，让汤汁比一般炒菜的时候多一些，这样连汤一起浇到面饼上。两面金黄的面饼呢，本就是外脆内软，加上汤汁，就是软中带脆，脆中带软，软脆交织，一种难以琢磨的微妙口感。虽然本质上就是个盖浇面，但是口感呢比盖浇面丰富太多了。
每天在家炒菜我累了，我想吃日料啊。日料小吃大阪烧你们应该都吃过吧？其实大阪烧有不同流派的，其中呢广岛风御好烧派会加入炒面，太适合用泡面来做了。主要食材就是冰箱囤货常客卷心菜，谁家还没有半颗耐储存放不坏的卷心菜呢？普通的面粉加点调味粉包，就不用放盐了，加水调成比较稀的面糊。面饼先煮熟，再炒一炒，肉酱包放进去，再放点酱油，炒好了先盛盘待用。锅里放入面糊，先中小火煎个薄面饼，直接堆上卷心菜丝，淋点面糊帮助菜丝粘合在一起。等菜丝开始变软，简单的翻个面，盖盖子焖一会儿，再煎一会儿就平移出锅，直接盖在刚炒过的面上，然后打2个蛋下锅煎。蛋液半凝固的时候呢，把面饼再平移回来，最后简单翻个面，略煎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表面刷点随便什么酱汁，我刷了烧烤酱，挤了点美乃滋，还是邻居送的小葱撒上去，还有我珍藏的最后一点木鱼花，来欣赏一下木鱼花的舞蹈就可以吃了。切开看，一共有鸡蛋、炒面、卷心菜、面饼4个层次。食材允许的话，还可以再加入培根、虾仁什么的。吃一口，感觉已经穿越到喧闹拥挤的街边小店里了。最后再附赠一个咖喱乌冬的泡面版本。还是在我的牛排总货里找一找，这种牛仔骨呢，带骨头带油花，非常适合炖着吃。从骨头接缝的地方切块，下锅先煎出香味儿，加点姜、黄酒，加水慢慢炖软，炖到快要出骨的程度。谁家冰箱里都能找到点的土豆、胡萝卜、洋葱切小块，胡萝卜、土豆加进去，咖喱块，这也是我最后的珍藏了，放进去，炖到土豆绵软，咖喱融化，洋葱放进去，汤汁还是要多一些哦。面饼煮好了，把咖喱汤汁浇上去。还没好哦，最后的灵魂要来一颗温泉蛋，撒点白芝麻，邻居送的香菜。虽然鸡蛋可有可无，或者水煮蛋、荷包蛋、煎蛋也不是不行，但就是要这样的，蛋白嫩到会抖动，蛋黄半熟、晶莹剔透的温泉蛋，混合浓郁的咖喱酱汁，裹满面条，感觉整个味道都升华了。方便面呢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囤货首选，我们总会有深夜想吃碗面的时候嘛。而这次的特殊时期呢，让我意识到方便面真的是刚需产品，也让我很用心去发现，简单的食材也能变化出各种美味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疫情之下，大家应该都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即使手边条件有限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吃得健康，吃得开心一点啊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们有点帮助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，一键3连。